大家好，我是萨姐，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款柔软的好像云朵一样的爆浆芝士培根面包。拿起面包的那一刻需要非常的小心翼翼，因为实在太柔软了。趁热撕开，软的拉丝的面包配上融化拉丝的芝士和咸香的培根火腿，让人超级有食欲。估计这款面包还没等放凉就会被消灭得一干二净。首先我们来做面团，搅拌盆里加入面粉、奶粉、盐、糖、酵母，然后再加入鸡蛋和水，低速搅拌2分钟。由于不同地区、不同品牌的面粉吸水性都很不一样，建议大家在这个配方基础上，根据自家面粉的情况适当增减水的分量。这个面团会比较湿软，但是不粘底。成团后用手摸一下表面，感觉一下面团的软硬程度，如果需要加很少量的水，可以在这个时候补上。调成中速，继续搅拌。这个面团基本上是不粘底的，特别的好揉，大约搅拌了7分钟左右，面团已经形成粗膜，慢慢拉开，面团有一定的筋度，但继续拉开就会出现破洞，这时就可加入软化的黄油。中速搅拌，加入了黄油的面团，刚开始的时候黄油和面团容易粘在盆底和盆壁上，需要不时用刮刀刮干净，再继续搅拌。揉了大约7到8分钟左右，面团变得非常光滑和有延展性。取一小块做手套膜测试，向四周拉出一层薄薄的手套膜，不会轻易的拉破。用手指捅破的话，洞的边缘也是光滑的。把面团向底部折叠，一个揉好的面团应该做到3光：手光、盆光和面团表面光滑。碗里喷一点油防粘，盖上保鲜膜，温暖的环境下醒发到2倍大。趁着发面的时间，我们把内馅做了。今天会用到培根和火腿，也可以全部用培根或者全部用火腿。培根可以选这种长条的 middle bacon， 稍有点肥肉和皮，切成小小的培根粒。火腿也切成小颗粒。芝士方面，我选用了这种适合融化的，也可以用少量做披萨的马苏里拉，切成小颗粒，加入少量的玉米粒，拌均匀，内馅就做好了。现在澳洲的天气逐步升温，放在室温下大约1个多小时，面团就发得很好了。醒好的面团从中间戳一个洞，看一下，如果不塌陷就代表发酵刚刚好，不需要揉面，分成10等份，每份大约50克。通过折叠和搓圆，把面团中的气泡挤压了出来，搓成一个表面光滑的圆形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5分钟。今天我会做一个成功和一个失败的整形例子。在硅胶垫上取一份面团，如果用面板的话，记得要喷油防粘，光面朝下，用指关节不断地敲打排气，然后通过感压把面团中的气泡挤出来，比手掌大一点。因为今天的馅料不成团，所以要借助秤来称一下重量。内馅大约每份21克。用包包子的折法把底部收好。捏紧封口。现在的表面应该是很光滑的，不要像以往滚圆的方式，否则在滚圆的过程中，表面的面团会越来越薄，导致内馅破皮而出。这个就是一个失败的案例，一会儿发酵后会更加明显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这样的，动作要轻柔，这样整形出来的面团表面很光滑，底部封口也不会开裂。把面团排列在垫了烘焙纸的烤盘上，面团之间留多一点空间，可以让面团膨胀。放入烤箱里发酵，烤箱我设了35度，
放了1碗热水，再用喷壶喷水，让湿度达到 75% 到 85% 之间，期间也需要用喷壶喷水，保证这个湿度。这次发酵用了大约60分钟，发酵好的面团胀鼓鼓、轻飘飘的，轻轻按一下表面，你会感觉面团很有弹性，就说明发酵好了。这个失败的面团在第2次发酵之后，内馅已经完全的破皮而出，所以大家在整形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了。把烤箱预热到170度，我们帮面团做最后的加工，表面撒一层薄薄的高筋面粉，然后剪一个10字，这样外露的内馅可以让融化的芝士看起来更加的诱人和美味。放入烤箱中下层170度烤制20分钟，大约烤了15分钟左右时，看到轻微上色，就可以盖上锡纸，继续烤5分钟。面包出炉后，立即离开烤盘，放架子上放凉。这款爆浆芝士培根面包真的松软的好像云朵一般，要想最好的口感，一定要趁热吃。第2天当早餐吃的时候，微波炉里加热15秒，和刚出炉时一样的松软美味。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做完发作业到我的 Facebook。 我是萨姐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